全新雪碧加茶，透心凉爆茶爽。本节目由巅峰爆爽合伙人雪碧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懂音乐的潮流玩家乐宝啤酒首席特约播出。本节目由潮流造浪官万能的淘宝赞助播出。巅峰 Flow 上淘宝，潮流 Web 刚刚好。全新雪碧加茶，透心凉爆茶爽。本节目由巅峰爆爽合伙人雪碧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懂音乐的潮流玩家乐宝啤酒首席特约播出。本节目由潮流造浪官万能的淘宝赞助播出。巅峰 Flow 上淘宝，潮流 Web 刚刚好。赛场秀 Flow 浓密靠 Pro。本节目由欧莱雅 Pro 防脱黑宝瓶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。好网络选中国移动。顶配开局就现在！本节目由游戏账号交易平台盼值 APP 赞助播出。听看唱完，来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听节目上网音乐，顶级押韵尽在网易云音乐。上汽水音乐 APP 听巅峰说唱，随时随地懂你想听。咪咕音乐，你的国风主场，畅听巅峰说唱。巅峰赛事回归，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，每周六18点抢先见证说唱名人堂席位争夺战。名人堂争夺赛开始。今天你们可以看见18年之前的艾热是什么样的。那个地方我必须得给他爬上去。这4个人里面，那个位置是我坐。我其实就是为了坐上那个位置来。这首歌，别说他们3个，全都放上来也是能打。哇！用我最有战斗状态的歌曲去夺取这个席位。来这次巅峰，有这首歌我就没有遗憾了。真的差一点把我唱哭了。2个人听得嘶喊泪啊！拿出自己绝对的实力，看看山顶的风景。希望唱完这首，大家可以对我另眼相待。孤注一掷，这也不是我的里程碑，这只是我的来时路。你们几个将被困在这，我有多刺痛，你可以问艾热。接着争，接着碰，哥们儿，我根本就不屑去争那个本来就属于我的位置。都整这套，票给你呗。这是一个能够破圈的舞台。你们1个2个都去破圈，那我们这个破圈子谁来变好？什么意思呢？黄旭，这几年你真的让我特别讨厌，知道吧？我非常愤怒，你管得上我吗？大齐，啥意思这个话啊？你要干啥？你要干啥？我不要面子的兄弟。究竟谁可以率先登顶呢？欢迎各位来到雪碧说唱巅峰对决2026名人堂争夺赛的现场，欢迎各位！那么接下来有请雪碧说唱巅峰对决2026赛事组成员时代少年团严浩翔、雪弟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说唱好友陈庆阳陈老师，欢迎我们的黑灯，欢迎 Mercy。全场共有12位 rapper 成功突围晋级本轮，拿到争夺名人堂席位的入场券。究竟谁可以率先登顶呢？我来公布一下本轮的规则。本轮名人堂争夺赛为个人战，12位 rapper 将根据前2轮个人票数总和排名，分为4个分数段，通过纵列匹配分为3组，每组4人。每人表演结束后，由巅峰财团投票决定他们的最终成绩。巅峰财团由2位赛事组成员，
150位现场观众代表、3位说唱好友，以及除对战小组外的22位参赛 rapper 构成，1人1票，共计177票。最终每组排名第1的 rapper 登顶名人堂。本轮共争夺3席名人堂席位。请注意，本轮投票是为每个表演单独投票，只要你喜欢他的表演，就可以按下投票键。你们可以为多个表演进行投票，不需要2选1，只要你喜欢他，就可以为他投票。另外呢，请各位 rapper 要注意，在追求舞台效果的同时，请严格遵守现场录制规范。如出现影响现场人员安全、设备安全等违规行为，导演组将视情况进行扣票处理。本场比赛由江苏省无锡市江南公证处全程监督，确保投票真实有效。欢迎你们的到来。登上名人堂的标准，我觉得音乐一定要有感染力。这作品足够硬，才能上名人堂。一个就是要有强的舞台，第二个就是要有记忆点的歌，有自己风格，能打动人的、真诚的这样的音乐人。观众对于你这个舞台的认可。我的机会终于来了，我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。进名人堂，就是进名人堂，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嘛。小白真的不是那个混子，这把一定要上，直接冲上名人堂。名人堂就是囊中之物。我这一次没有机会争名人堂，但是我支持我自己上名人堂。大部分投票的还是下面150、60个观众，其实决定权在他们，就是说这个现场能不能感染他们。底下观众的喜好是会直接决定我们整个比赛的一个走向的嘛。我觉得我们3个席位的开放算是增加了一点火药味出来。我来说一下刚刚的分组，我们微调了一下。我觉得把这俩换一换呢，就是所有的队就错开了。在这一队的话，他俩刚刚是一组的，他俩刚刚是一组的，但其实这边没有这个情况，就把他俩错一下就好。不然上一把还在合作，下一把就对打了，这个戏码还是怪怪的。名人堂争夺赛第1组的4个人分别是蛋壳、纳奇沃夫、艾热、佳木。这有点死亡之组了。我觉得他们这组是综合实力最强的，一下子我也不知道谁会赢。你很难猜到谁会上那个座位，猜不到。客观来说，他们应该是最难的一组。我很支持艾师傅，但是我看到另外几个人也很强，我觉得内心里在替艾师傅加油。首先抽第1组的顺序。不是我吧？不是我，不是太想第一个唱。第1组第1位，纳奇沃夫。很多的第1个都是我觉得挺开心的，我特别喜欢这个事儿。第2位是第2位，佳木。第3位，艾热。第4位的话，蛋壳。来，4位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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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直想挑艾师傅，其实也是想跟他切磋一下的。然后纳奇也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的一个 rapper， 然后蛋壳也是老前辈，我觉得分在这组很荣幸，我觉得。其实我们这个组这几个人都是很凶悍的风格，所以我觉得这组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挑战性的。艾热在我看来啊，他拿冠军那次之后，据我所知，就感觉他这个人没有输过，知道吧？他连小游戏都在赢。那如果我能成为第1个能赢他的人的话，那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帅的事了吗？我觉得，哎，这个感觉到了，那说不定就会这样。我是第1次来参加巅峰，哎，我就觉得分到这个组，蛮好的，就是感受一下这个强度，大家一起玩一玩。请第1组的4位即刻前往舞台，开启对决。Let's go, let's go！
让我们请出名人堂争夺赛 A 组成员，有请。让我们有请纳奇沃夫，欢迎佳木，欢迎艾热，欢迎蛋壳合作。比到这一环了，我就说2点。第一点，很荣幸跟这位哥哥们比赛这个死亡竞赛组，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。第二点是我会坐到中间那个位置上去的。今年也是我自己玩说唱音乐第18年了。其实理论上有99%的听众都是从18年认识我的。我特别期待今天的表演，因为今天你们可以看见18年之前的艾热是什么样的。街上的艾热，我可太爽了。爱是不是也有成长吗？也成长。让我们看一下属于艾热的艾热，接下来纳奇。来给你们看看纳奇的纳奇，那就。之前在 holding room 的时候，他们就说你要不要上去做？我说我试试看吧。然后我刚才把衣服换完，把墨镜一戴，我突然间想到，不只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战斗，我身后有一堆我需要去做到的一些东西，所以那个地方我必须得给它爬上去。Oh my god！ 哇！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一轮第一个出场的，让我们把舞台交给纳奇沃夫。Let's go！ 这次带来的作品叫做《1997》，这是一首5年前的歌，当时大家都觉得是 diss。然后呢，我感觉到现在我有一个机会去调整我当时的心态了，所以做了一首可以跟当年的1997对话的一个版本的1997，就让你知道一下我的厉害。我肯定冲名人堂的，不冲名人堂也就不选这个歌了。兄弟，你现在知道那些人除了音乐，他们身边没有任何人跟他们说真话。你去到这个比赛，你就是快速解决，潇洒退场。你知道你们Wolfgang会把你带到那个地方。Yeah. Yea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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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lfgang. 你们几个一个个会淘汰的，但这不怪你，因为你不叫艾热。在镜头前装好人装得很快乐，在你真的觉得我在摆烂的时候就已经被替代了。一开口就气急败坏一大片，但没人像我这样看清事情的明暗面。我曾救过你们，只不过是我脾气差点。接下来的会是你们最不想看到的画面。未来路还长，像周琦的臂展，共比a businessman。在收集着地产，曾经伴奏是我辈子满。Flow is my 地毯流利的 skills， 让你眼冒金星一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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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I got love for you, but I'm gonna 抹掉 your career。有些偶伙计就是他们受不了 really talk all the bird， 打个样也撒帅 like I'm Tommy， 人前人后各一套，但无分先见你好聪明 ，rap is my 身份证。就算节目组给你镜头再继续关照，不作文就会被下一波产品给换掉。早就摸清这些破道理 ，bro since I was 12。或许不在布幕还在爆派克特效点子多，我们都知道。叫你姐姐，你好像成为了大老板，那拜拜不送，因为现在我才是老子。好，你们几个将被困在这，我有多刺痛，你可以问艾热。看你们的表演，看得我很快乐。在你以为你那套还管用的时候，就已经被替代。你们一个个要淘汰的，但这不怪你，因为你不叫艾热。在镜头前装好人，装得很快乐。在你真的觉得我在摆烂的时候，就已经被替代。不爱。你们去年之前就被洗了，喜欢组 CP 的还是你们几个？私下配对好了，那还有啥比的？我配合你比音乐、比剧情或比真兄弟，有几个 ？Boy。
狠的，很货。哎呀，为啥大家歌里都要提我呀？因为我听过他这个歌之前那个版本，对，就是去到我们很多人的版本。我特别想说的就是是因为咱们不认识，在那个时候，如果认识了，你肯定不会这么说。他唱的时候有一点惊呆了啊，因为这首歌是当面唱吗？对，当面唱，它是有一些牛肉在的。终于是当着他们的面给唱了，我又改了全新的词儿，这个歌词里其实都是带着尊重的。然后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可以改正我当时的一个错误，就是对艾热的态度。改正了以后呢，剩下的就是我当下真实的感受。可能这首歌时间不长，我表达的不够。其实这首歌是一首还挺有针对性、指向性的一首歌。之前的这个版本其实有些歌词还冒犯到了我。这一次之前他还主动找到我说，他说哥，我想唱这首1997，我把针对你的歌词改掉了。我说你改成了什么？然后他给我听，我觉得有一点致敬的意思，他表达了对我的尊重。我觉得他确实应该拿出他这样的态度，毕竟他是一个很有狼性的小伙子，所以我很支持他去表演这样的歌。OK， 接下来我们的巅峰财团为纳奇来投票，倒计时20秒，计时开始。投一下吧。这个有意思。我觉得他最 hip hop 的一点是因为他的歌就是在表达他想说什么。他的舞台是从他开始说话开始到他演这首歌，他是一个整体的表演，所以我觉得人歌如一就是他对我的感受，我很喜欢这种冲劲，有狼仔的感觉。刚刚听了纳奇沃夫的表演，我觉得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，既有经典的味道，然后也有这个新的味道，我觉得还是一首不错的这种作品。听这个改编的版本，我觉得我听到他对说唱的态度吧，可能说我可能有的方面我不会认可，但我认可他这个态度，而且我觉得整个不论是 flow 的编排还是发挥，还是稳定性，还是最后的韵脚，我觉得都算是一个合格的现场。因为1997这首歌我以前也听过，那么这次他想表达的东西跟以前也不太一样，那么我也非常能理解纳奇沃夫，并且我也给他这一票，整体现场也非常的燥，非常的炸裂。投票结束。非常的凶狠，非常的纯正。纳奇他的音乐跟他的整个人设，包括他说话，他都是也是一整套成体系的东西，所以说我是很喜欢这个舞台的。因为这首歌在之前我就听过，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把这票给他。这个歌就还是很纯正的纳奇的风格。但我不知道是表演的时候 back up 的问题还是怎么样，好像有几句压的不是特别稳。back up 是放掉了的，我还蛮喜欢那种感觉，因为早期 rapper 演 live house 就是有一个 back up 兄弟，然后现在这个形式好像已经越来越少了。不过我小的时候看 Kendrick Lamar 跟他的那个 back up， 还有 Eminem 跟他的 back up， 那个 back up 的配合也成为了一个舞台表演，特别精彩。但我觉得可能今天这块稍微还是排练的时间不够吧，可能是。但我还是给了这首歌，我是很喜欢的。没有给票，因为觉得没有内容。配乐放狠话，音乐的享受挺刺激的，挺凶的，挺猛的，但是我也是没有太感动到我。可能这个就是每个人的喜爱不一样。如果老师有空的话，你可以下去听一下，这个歌是一个新的版本，表达的东西跟当年也有所不同，是可以跟5年前的我自己对上话的。但这2首歌总结来说，就是我干所有人这种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我们巅峰财团最后给出的票数会是多少呢？各位，我们请看大屏幕。纳奇沃夫143票，哇，这么高，143，这算高还是不高？应该算高了，170个票，143很高了，很高了，太少。说实话，我没有预期到这么高的票数，在这么高的票数出现以后，我就觉得我绝对第一了，行了，就上去了。我可以说2句吗？
我想对，就是现在 holding room 的前辈们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。我其实真的很喜欢你们来这，但是这几年你们真的让我特别讨厌，知道吧？你们真的让我很难受，因为你每个人跟我心里面想的形象都不一样，就包括就包括黄旭。我真的特别喜欢你，我真的特别尊重你，因为我当年在出这首歌的前后，他出过一首歌叫《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》，我是套到我自己身上的。然后我在另外一首歌里面还 Q 过他，我说感谢你让我没有一瓶子水溢出去。但是你在我这特别高大的一个人，但是你去做一些特别懦弱的行为，就让我真特别心疼。大家能不能把心思放到唱歌上面，不要在舞台上去想一些小点子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就是在我们前面的人，你们一个二个都去当更大的明星，你们去破圈，一个二个都去破圈，那我们这个破圈子谁来变好？是我变爱笑了吗？他觉得你没有以前那个劲儿了，我还把票投给他了，因为我 respect， 我觉得可以当面说，那我一会儿要问的。什么意思？你是一个年轻的 young star， 我也是一个中生代的 OG star。你拿着麦克风当着所有的面把我黄旭的名字挂上，就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一种不尊重。那其实说的很过分。首先，你也不了解旭哥，你也不是这么多年认识旭哥的人。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屏幕的观众，他也一样，他在不同的心境、不同的阶段，他就是会做不同的事情。你既然不了解事情，那你就不应该在台上对一个前辈这样的不尊重。有时候人与人之间，或者说事与事之间，你隔着一个人，隔着一个耳朵，隔着一张嘴巴，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。就有些笑话你可以当着面开，有些坏话也必须当着面讲。我觉得啊，这说唱圈听众他还是年轻人，就他这种表达，我觉得可能很戳年轻人，太有态度了，对吧？谢谢纳奇，我觉得特真实，也特真诚的表达。我觉得这个舞台就是需要真诚的声音。好，我们掌声给到纳奇沃夫，谢谢。下一个登场的是佳木，我挺期待佳木的。你像佳木，他那第一轮挺吓人的，春晚舞台嘛，唢呐也搬上来了。佳木的前几场表现的都很稳，因为他写的旋律我就很喜欢，很期待今天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。这是我的巡演麦架，我的专舞。上一轮这个双人组，这个老师点评我们这个可能偏流行一点，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坏事啊，因为我确实也是在尝试流行音乐在融合说唱。这首歌没有那么战斗，没有那么街头，因为那不是我，我就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小男孩啊。希望大家可以倾听我的感受，聆听音乐就可以了。这首歌是我在这个去年的一张专辑《嵌入生长》里的最后一首歌。我其实感觉它不算是一首说唱的歌曲，它有说唱的元素，但是首音乐作品。我觉得也是一个推动文化的好机会，就是让大家就是感受一下味儿很正的内蒙的音乐，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。我觉得更适合在这个时候拿出来比。我想利用窗外的山与我共饮一杯酒，我想拖经过的风藏进眼角越泪流，不知为何随年轮在转转悠悠，停下重复的梦，换作笔墨记录些许不舍。我想尽千万种谎言骗离开
以怕未有。我走走停停，恍惚间悔恨无法回眸。万里路山河云烟，掩面连成线，思念牵挂着遗憾，又遇见，又遇见。我不舍得离开他，不知眷恋不明显，换旧白发。我不舍得离开他，怕愁云雾零落雨有多害怕。我想留窗外的山，与我共饮一杯酒。我想偷经过的风，藏进眼角与泪流。不知为何，随年轮在转转悠悠，停下重复的梦，换作笔墨，记录些许不舍。我不舍得离开他，不知眷恋不明显，换旧白发。我不舍得离开他，怕愁云雾零落雨有多害怕。沉默或双水，善恶难个昂贵，即使与梦相背，我下的不是该不荒废，精心照亮球队，怎样才问心无愧？明知不可又不会，说完无望也无悲。我早忘记他，我总成我的家，但是还痛的玩具，结果的心思无悲伤的话，我承认我的发，是我解不开的家，我是亲人的幻觉，思念的地址，流不尽的沙。是不是他？对，就是他，脾气真好。我也羡慕他能有这样的抗力。比较不开心。这是一个能够破圈的舞台，我觉得 hiphop 有我这样子富有根性 HIP 我们讲到那6个字母的东西在，也需要有佳木这个样子拓展 hiphop 边界的东西。佳木的这个旋律吧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出彩的，完成度很高，然后也很好听的一个舞台，是有机会成为爆单的一个舞台。佳木这首歌很好听，我觉得，但是确实相对来说，在说唱巅峰对决来说，说唱部分少了一点，但是很好听这首歌，包括它的乐手整体歌的氛围。接下来20秒钟，投票开始。我投给了佳木，原因是他一开口我就觉得他的音准很准，然后声压也很好，中间马头琴的那一段画面感很强，让人想到了塞北的风声。其实今天小号一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厉害，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一开嗓，我就觉得这个舞台肯定是一个听觉盛宴。佳木选择了一个中国风的伴奏，然后融合了
马头琴、小号，让这个舞台得到了一些升华。最后那个彩带喷出来一瞬间，我感觉我鸡皮疙瘩都起来，就这首歌非常打动我，所以我把这票投给他。投票结束。我觉得这个现场这个作品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不把票给他。对，所以我投了。到这个舞台上，真的是要去分得这么清楚，这个什么流行或者街头或者怎么样。我作为 rapper 之外，我其实也只是一个听众。我喜欢一首歌，我就是喜欢一首歌，其实没有理由。对，谢谢谢谢。首先，佳木，我很喜欢你的声音，还有你的人，但是就是这首歌，我觉得融合了很多风格嘛。你看，有小号，有马头琴，有 trip hop 的影子，还有 reggae 的影子。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的唱可能只保留最后那一段就是精华了，觉得前面就说就好了。我实际是蒙古族，我特别喜欢你边上的马头琴。按道理我私心我会投这票，我还是没有。我的没有并不代表我不喜欢你，我是希望你能有更好的未来，你懂我吗？明白，老师，我懂你的，懂你的。谢谢。说了这么多没投，我觉得评价的有点问题。前面又说你要往主流靠，你要出圈。他碰到了汉堡，他说我很喜欢吃薯条，然后他碰到了薯条，我又说我很喜欢吃汉堡。要么不说，你要么就说到点上，要么就给我一种左右脑在互搏的感觉。对，在我看来，真的流不流行啊、hip hop 啊什么的，那最终回归到一个点就是好听，都是歌，都是音乐。你又不是我在拿一个小品或者一个相声在跟你去比，对，这种没法比了，这个是没法比的。对，我觉得你其实做你作品就可以，你在你的破圈里，你把你的作品做得足够好的话，它就可以破圈。确实，我是喜欢这个节目我开始做说唱的。很多人都认为我不是说唱圈这个圈子里的，他可能认为我不是个 rapper。我一开始很破防，我说有好多说唱的歌曲为什么不是 rapper？ 后来我觉得我也不想仅限于做说唱，我觉得这个音乐是自由的，就是我现在认为这个圈子，有些人就是应该在这个圈子里根深蒂固的继续去做说唱文化，有些人就是应该带着说唱的标签去打出这个圈子，就是不同的分工。我觉得我是那个对外扩张的那个版图。佳木有句话说的特别好，就是有的人他就是适合保持那种纯粹的 hip hop， 但是他比较适合去扎到主流的歌里面去帮助这个音乐破圈。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己的职责了。我觉得可能佳木不需要说太多了，说唱不说唱的，我觉得你的未来绝对不止于这个舞台。继续努力吧，这个陈老师没投你，这完全就是这个对你要求相当之高了，我们都非常看好你。感谢老师们，感谢老师们，感谢观众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我其实挺开心听到老师说各种各样的建议啊，是的，他用最高的标准去要求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就像一个老师很看重一个学生一样，我其实挺开心的。有请纳奇回到舞台中心。那两人票数更高的那一位可以有争夺名人堂的席位。我们看一下纳奇在上一轮的票数是，各位请看，143票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公布佳木这一轮的投票情况。超级紧张，我自己唱歌都没那么紧张。各位请看大屏幕。哇！投了3票。让我们恭喜佳木146票，暂时领先。我几乎每次都是险胜，因为作品我觉得都是好作品，所以我觉得就交给大家的想法吧。结果也没超太多，我觉得这个也很给我面子了。那碰上这几位，我咋办了？比分很接近，相差很少的票数，对手都很强劲，然后大家又准备的都很充分，肯定会尽自己的全力嘛。所以我尽量去呈现最好的自己的状态。
快把头型浪的水笔加上茶 ，Let me show you how we roll。你们为了气泡着冰霜的感觉，怎么可能有一天会觉得够？爆茶爽，这种搭配 Promise what you know。跟着节奏潇洒 ，Be like rockstar baby do one more。加，水笔加上茶 ，Let's go。加，水笔加茶，头型浪爆茶爽。拉开了包，跳出圈套，我不必再被谁定义或 I am。赛道了把我撑腰，当我登上了塔，我可 do it like that。我活出自己的范儿，过去绝对跑掉。快跟我一块随性表达 freestyle， 不必迎合风向，不必被谁衡量，太必突破，想张扬就张扬。人生不必设限，我们想怎样就怎样，想怎样就怎样，跟我说想怎样就怎样 ，Let's go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把舞台交给艾若。第一组死亡之组啊，要来喽！佳木刚才的发言就很让我感触，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也是那么想的。我试图去把说唱的18般武艺全部解锁，我也希望能够用说唱去突破任何的边界。今年来比赛干嘛呢？就我自己也问我自己，我后来发现我一直在为了我内心里的一个执念战斗。这个执念就是我真的想要成为最强的。大家说我是一个6边形战士，但其实最重要的不是6边形，重要的我是一个战士。带你们看一看小胖子艾热是怎么玩说唱的，好不好？上劲儿了。想听点莽的吗？给我点劲儿啊！这首歌的名字叫《第二回合》。其实就是2023年的时候，第一回合唱完以后，给第二回合准备的 solo， 但是当时没能唱那首歌。这次刚好又比到了第二回合。这个作品要求我必须要人格合一，让我自己的信念感和我走进这首歌的状态要达成高度的统一，一定要赢，然后我一定是在战斗，全程战斗。我要起立了。随便的白话带诋毁，打不落我们的计划梯队。TNC 的水平让你们自行体会，全方位的交代好，把 Z 帮红颜机位。如果各地有理，心焦还是狐狸，彼此抗面有理，你可别放你小游戏。本命就是 AK， 你装好一堆主语，不要说到问我的履历发的有理有据。下一个又是谁？你快猜，你快猜！这里我们到处都有葡萄西瓜梅，有人不你就有人向你脚底下踩，你嘴巴发的拉快，当心别踢下来。我早就从南走到北，在你的地盘也比你贵。我说我会引领你，以为我在 drift on， 跟我比赛命运，你对象我操对。精英高级的玩法要发自肺腑，你的硬点的我小哈哈，大伙少讲吧。废上不来哈不起，把它全部进入家境。我的梦掌控我手里，随时领域。听了你的出身，文具出身，花瓶满嘴的球员，别幻想周旋。要想翻得快一样，都等着阿杠头衔。没资格看朋友圈，你的名字不叫球员。热血沸，通了把你放的废，趟了你3人山都白坎，因为你跟热血醉，放的累。人员秀就我会有管理，把你背到学长。Hands up， hands up， hands up， 嘿，全山南北，军纪高三，路线交管。这个生物在这关注他们，接着这朋友们。第二回合。Round 2， 第二回合，嘿，谁都没招。第二回合，不好意思，谁都。舞者老师们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我自己来好吧。这个风格叫啥？年轻人的风格叫啥？底特律。嘿，这个扛刀朋友少，但到处都是黑的。过了年比吹牛背后丢的背着加速贝壳，对不对？关键时刻都锁在了，要给谁打破规则。就像习惯在摇摆放弃，就像脚回撤。人我还在这，领悟就是对虚伪抗议。所谓的交涉应也挑着兵兵，结果在心里浪起。大脑里像不参数，花言巧语，无言瘴气。专业店铺占满了你哥的旋律，画下扮演上起。心里都在伤，不作为多样都在装。菊花残酒的小朋友，他们活在了梦里多长。味道师们越带我清楚，接下来就是收他们够帅的意思，像颜面都败光。偶尔不是的早在这也自谓的口头感叹，通过发的火力互相面具，都一种感叹不重要。像引起轰动，去过了蘑菇的
根本就不屑去争那个本来就属于我的位置。我是从竞争中走出来的，我骄傲又一次回到竞争当中去的我。我唱这首歌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让你们见证我把我的对手的袖按到这个地板上摩擦摩擦摩擦。天山南北，远近高山流水交关，能够相互在这 battle 他们。接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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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山南北，远近高山流水交关，能够相互在这 battle 他们。接着接着接好。他拿着了，好凶。烦。猛。太狠了！艾师傅已经很久没有回归到这个版本了，就是我一开始最初认识的艾师傅那种战斗型人格，切换大号了，进行了一个完美的演绎，有战斗的 verse， 激烈的 flow， 宏大的旋律，又有夸张的肢体，舞美一起去共振，无可挑剔的一个舞台。我确实是赢的这个概率从90%掉到了50%吧，你知道吗？非常回忆杀的一个舞台，我戴上了墨镜，偷偷挤出来几个眼泪。对，因为那是我熟悉的艾热战士，只有战士，确实跟他说的一样，只有战士。第一期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幸好我认识的是现在这个版本的他，感觉整个人又温和又慈祥，然后人又挺好说话的。这个舞台就是他的恶魔人格版的他，真的是一个挺凶的舞台。艾热的表演无懈可击嘛，展现了上一个版本的艾热的音乐，很是那个味儿，给我的那份满足感是100分，超级幸福。艾热让我们看到了10年前那个小胖子的艾热的状态，那个时候他可以为了赢去撕碎对手。Round 2 call back 了几年前他来巅峰的时候那个第1回合嘛，然后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这么正统的艾师傅，我很怀念这个他。我觉得我这次的舞台表演还是挺疯狂的，玩得很尽兴，就是真的。不管是从心肺上呀，还是肢体上呀，还是体能上，我觉得真的把一首歌用了5首歌的力气来唱的感觉。来吧，给艾热投票，20秒倒计时开始。投。我把这票投给了艾热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回到了17年那种不管不顾真正 rap 的该有的样子。Yeah， 投给艾热，加油！艾热这一轮是做了一个最纯正的新疆说唱，他刚开始以维语开启，然后后面又是他非常擅长的快嘴，然后他的气口切换也非常的丝滑。我觉得艾师傅不愧是6边形战士。我觉得艾热是今天我看过所有演出中最佳了。23年 Round 1我就已经抱有了非常非常高评价，而且这一次 Round 2又是一次另外一种风格，并且是将2种风格融于一体的全新尝试。我非常喜欢这首歌，把送上去，回下来找你们。我觉得我的票数应该会比佳木高。艾师傅一直都没变，一直都那么猛。你们也看到了，所以没什么可讲的，为什么不投呢？对不对？哥，你觉得呢？我投了，这个我有听歌场景的，这歌听着有氧都能多做半个小时，真的。体力不支了，有点。艾师傅就是随时想看，把6边给你看看是哪一边。来，说声好友。不喜欢，谢谢。是他很直，他很。我自己也不喜欢这样的自己，但是有的时候它是有必要的，你知道吧？他肯定不得说坏话，他肯定不得说。我们来看哈，也是不喜欢。配乐放狠话，谢谢，我挺喜欢你的，
幽默的。我总觉得，可能这些乐评人他们是带着 KPI 或者带着目的来这里，某种意义来说，他们太刻板了。我总感觉他们有一种这种情绪啊。个人觉得配乐方狠话这个点，它是hiphop音乐的一部分。一开始它是一个发声的一个音乐，它是一个做斗争的一个音乐，那它本身就是牢牢的扎根在这个文化里面的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好，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发声的权利，他可以不喜欢这个东西，但是我觉得的点是你不能否认这个东西的存在。就是像我们可能比较就喜欢这个文化。其实你像脱口秀里面就是讲很多梗嘛，然后在一个段子里面形成一些炸点，也就是像胖鸡赖一样。其实我觉得就是那种意见在碰撞。Mercy， 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你说。找一个 rapper 坐那儿干嘛呀？你来参加比赛呀？都餐完了，得了啊！无差别扫射了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没出来从那歌里面，稍微嘴下留情。我可每轮都投你啊，兄弟！我又看不到嘛。那我理解你的意思吧，好吧？那个回去打球啊，好，一定，我得好好练练。肯定打不过艾热，那肯定打不过，肯定打不过，我知道的，艾是校队的嘛。来吧，首先有请佳木回到舞台中心。同时，我们看一下佳木在上一轮的投票结果，请看一下大屏幕，146票。接下来看一下艾师傅的投票情况，请看大屏幕。159票，让我们恭喜艾热暂时领先。在，这组分都好高，就看柯总了。还是要真正的那种纯顶的 real rap， 真的是这套，你还是得回到最纯的那上面上去。太棒了，艾师傅，谢谢。来吧，舞台交给蛋壳。我是。红色形态，然后 K49，他刚才让你们看了18年的他，我让你们看看17年的我。使使劲儿吧，他们说我们是冷兵器时代的，这就是我的斧子。这是我的斧子，这就是我的重锤，这就是我的剑，我要一路砍杀上去。为什么把被子往？大家疯了！太阳回来了，太强 ！Let's go。Solo 的这个歌是19年，在我们当时团队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之后，突然间一下面临了巨大的障碍和这种压力，最后你就发现能够救你的只有你自己。我想把这个故事讲清楚，也让大家能够从音乐和舞台上面去了解我吧。我也希望能有更多不同的音乐风格的展现，把我的更多面带给现场的观众和看节目的观众吧。我还是会挺兴奋的，挺期待蛋壳会出什么招。Kevin
Big fan talk like me， 没有别的目的的感觉的过瘾。我会把我经历全部变得传奇，和始终在我身边的新的一帮兄弟。I just wanna big fan talk like me， 没有别的目的的感觉的过瘾。这是我的生活态度，不是演戏，保持憧憬，不手下留情。他们说真人对上节目的都退了，一手二拍打得太烂，浪费了。各种平台搜不到歌太醉了，现在连名字都改了，实在问得太背了。大多数人都对我说太高了，没有必要。可以试着妥协，问着选择寻找依靠。就算现实把我击倒，我会爬起来笑。对他说再来一句，我跟他们都不一样。惩罚炸弹全收，不再追究缘由，没人伸出援手，我自己握紧拳头。兄弟给我点后，让我更加练就。音响响起前奏 ，We ready to show。不再渴望所有人能够 believe me， 根本不会在意 haters so feeling。我会看着最高处的风景，向你尽力，不管遇到什么逆境，我的心都变更坚定。Big fan talk like me， 没有别的目的的感觉的过瘾。我会把我经历全部变成传奇，和始终在我身边的新的一帮兄弟。I just wanna big fan talk like me， 没有别的目的的感觉的过瘾。这是我的生活态度，不是演戏，保持憧憬。这圈子骗人是见了鬼，他们练的嘴骗了，为随便见个对眼了，会牵着别人没牵着谁。不在乎音乐美的只想过 Saturday， 当面的魅力说我整完的 never say， 就像是象棋里面只为前进的兵种，就想要做我自己，看个美丽的面容，就是心里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冰冻，就将近万的所有人都勇往直前，不是没有退路，太多期望要我背负，看着这里慢慢失去温度，至少现在的我。不想被同化了，争取扩大。你的游戏规则就是作罢，不是个花瓶，不需要脱甲，早已发芽，这朵红花。我会把我经历全部变成传奇，和始终在我身边的新的一帮兄弟。I just wanna big fan talk like me， 没有别的目的的感觉的过瘾。这是我的生活态度，不是演戏，保持憧憬，不手下留情。喊大话，太大会了。我很久没见过他这样了。哇，可总这个舞台真的把我拉回去了。他上台的那个状态才是我认识的他。都整这套，那就票给你呗。但掏159真的有点难就是了。哦，你们都做回自己的话，没我们啥事儿。我跟你说，在这其实。可总这个就有点那种跨时空圆梦的感觉了，就是看到小时候心里面的他的形象这个样子，痞帅的那个劲儿上来了以后，就是乐得很，让人特别爽。看到他们拿出这个版本的自己的话，就是我第几名都 OK， 第几名都无所谓。可总他对帅气的要求和他自己对那种 melody rap 的追求一直都没变，也有他自己那种拽拽的范儿，发挥的很稳定，很棒。我觉得可总就是腔调拿死啊，而且他真的是稳如老狗，他的现场就是毋庸置疑是绝对一流的，从他的第一场到现在都每一把都是这样子。可总他有一些 rapper 身上没有的东西，那个叫 swag 的东西，而且演出的很老道。我自己会更偏向可总是最高分的。我对他有点滤镜的，哪怕现在可总一直在外面说自己打逆风局，说白了，我喜欢 hip hop 最开始就是因为喜欢他帅。可总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，向我展现了我最喜欢的 hip hop 的帅气。我特别喜欢可总这个舞台，他 lay back 这种 top flow 非常的松弛，我觉得是非常游刃有余的一种表现。他能从背负很多东西杀回来，然后在舞台上有一这样的表演，他也挺会秀他的腔调、他的 flow、他的内容。他也感觉把他自己想说的很多话说掉，我觉得对于他是一个释放吧。挺喜欢他这首歌，全程也在跟着律动一起晃，挺酷的。但是我还是有一种感觉，我认为这一轮我会获胜。它是一个偏现场感的作品，是比较燃的类型，完全是跟着音乐，跟着自己的情绪，把所有的能量去爆发。这个歌打谁都能打，别说他们3个了。你就把全都放上来，我觉得也是能打的。
来吧，给蛋壳投票20秒钟，计时开始。赢了吗？投了吗？投了，得了。投了，这个投了，你也投了。前奏一响，我就感觉他把我拉到了他的巅峰时刻，还有他的 flow， 还有他的这个旋律，包括他的说唱技巧，完全融入到这首歌当中，真的打到我的心里，所以我把票投给了蛋壳。壳总很有自己的 vibe 和态度，然后非常霸总，非常帅。这个舞台，他这个舞台融入了一些摇滚，整体舞台的表现性、氛围感非常不错。看到了这些演员他的一些故事，我觉得他也配坐得我们名人堂的一个席位。我觉得我下一轮我得提高一下标准了，上来都是狠货，那票给你呗，能咋了？哥，你觉得呢？我也投了的，我也投的。我觉得说唱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每一个 rapper 他性格不一样，他带来的那种角色感是不一样的。你比如说艾热唱的时候，我感觉就是一个 microphone killer 那种感觉。但是在整个比到现在所有的歌曲里面，我觉得壳总是把那种 real boss 那种大佬范儿拿的最好的。我很喜欢这种，对。我很喜欢蛋壳这首歌，对。我们这个节目已经10年了，一个说唱歌手也在进步成长。我觉得我们不能抛弃原声乐器，实际原声乐器对说唱的魅力特别大，很喜欢，在现场很受感动，就这一点我就够了。谢谢。第一组的水平真的相当高，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太激烈了吧这一组，然后谁分高谁分低都蛮遗憾的。总之我觉得是帅的，投了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有请到艾热，跟我们的蛋壳一起来进行一个票数的对比。那同时回顾一下艾热在这一轮的票数，159票。那么二位谁可以率先登上我们的名人堂呢？那我们蛋壳的票数会高过159票吗？各位请看大屏幕。高。主要是壳总这个，你得听味道。对，他不是那种给你耍快的或者猛的那种。艾师傅我觉得各方面能力都很强，这是公认的，这也是我第一轮选择他的原因。实至名归，我觉得他随便拿任何一首歌出来，只要配合他的舞台张力和他的艺术审美，我觉得都不会差。我觉得这个位置其实该是蛋壳的，虽然可能柯总的歌他没有艾师傅的那么强竞技战斗，但我觉得柯总那个舞台会更好一些。对，恭喜我们的艾热可以获得名人堂的席位。他打这种车轮战也没输过，是没输过。有一点小小的失落，有一点小小的惊讶。都说艾热强，是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谢谢，百感交集。其实，我继续努力，好吧？我继续好好的准备，每一期都带来一个尽量新鲜一点的艾热，不管好坏，我知道你们与我同在，好吧？谢谢你们。来，恭喜艾热获得名人堂的席位。名人堂的位置它真的很高，我认为3位都是非常优秀顶尖的 rapper， 但是不好意思，我可能得提前回到那个我第一期就去坐过的这个位置，我这次要名正言顺的坐上去。
哎呀，现场太炸了，唱的又热又渴，快给我来瓶雪碧。Respect 来瓶雪碧加茶，一起爆爽一下。雪碧加茶，这是啥？这可是全新的雪碧加茶，透心凉的雪碧加上真的茶。可尝尝感觉怎么样？懂的都懂，这雪碧加茶就是这么爽。透心凉爆茶爽，一起登顶名人堂。OK， 又回来了。野狗棒，野狗棒，野狗，你好，野狗。狗哥 ，Let's go， 狗弟，狗弟，狗弟。那齐啊，啥意思这个话？啊？你要干啥？你要干啥？我怎么懦弱了？我想听你说一下。因为你在我这儿是一个特别高大的人，但是当时快淘汰的时候，你又是准备好要淘汰，然后有人选你的时候，你又是站起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这个你现在怒气值多少？兄弟，说实话哦，我现在性格没那么爱生气，但是我想不想干？我蛮认真的想的。其实这片我都打过招呼，一个没选我，反正。你在我这不是这样子角色，你在我这这样子的角色，所以我想让你继续当我的榜样。那其实首先，你有你心里的衡量，我是做我自己。我做音乐不是为了获得你的喜欢，你尊重我的时候，我也尊重你。但是你刚刚那样的行为，在台上当着所有人的面，首先是 holding room 的所有人，我想说，紧接着我说黄旭懦弱的行为，我不要面子的兄弟。包括你刚刚唱这首歌，我也投票给你。我觉得你当面说我们的名字，这是 hiphop 游戏的一部分。但是你刚刚这样真的伤害到我，心里很不舒服。你让他说嘛，是这个点。他听我说完，我也听他说完。所以我就是要回来问问你，我能不能唱我喜欢的歌？我唱喜欢的歌不是为了让你喜欢，不是为了让他们喜欢，是为了爱我的人我在唱歌，兄弟。一步一步。啥意思？你管得上我吗？管好你自己。我真的不开心啊！你在舞台上说我懦弱，我觉得我感受到了不尊重，我生气就是这点。我不是觉得你不能说我或者怎么样，我既然来到这个游戏，我接受，包括你的歌词、你的那些，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正面 hiphop 的交流。这个我确实错了，我绝对承认，伤到你的所有点，我都会撤回。我不知道你像我一样36岁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在表达上也有所变化？我也想着怎么样能生活得好，因为毕竟人的根本是生活，他才有一个真正有力量和我想表达的音乐放在这里。我没事说完。但是我表达出更多的东西吗？我。行了，说到这就过了。过了。我觉得那些非常真诚，我立刻有改观，行吗？特别好，就是干。我们是爱你的，我和他是一样，我们是看着你们那样子冲劲儿，我们也有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们现在又感觉我们得给后面的人给这个东西，我们从你那儿学会的，革命要传递下去，这是新疆 hiphop 的东西，我们眼里是这样的。我必须得跟你说一下，对，没有 disrespect， 不可能会有，真的。我都能够站在纳奇的立场去想这个事情，我也能在旭的立场去想那种什么情况。纳奇沃夫从小听我们的歌，我们指的也包括有旭在里边的，曾经的这帮英雄，他后来也说的，我不希望我心中的 hero 有我心中的那份瑕疵，因为旭可能做的一些自己的决定，但两个人回到 holding room， 我觉得说开了，那就好了。这是 HIP， 这是 HOP，HIP HOP 一定大于 BEEF。我理解纳奇的意思，纳奇是因为爱咱们来说这些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像你想表达给黄旭的那句话的东西，就是你觉得我们可能做了一些东西让你不满意，或者是怎么着那种。我们每个人都在挑战自己的边界。我从做音乐的第一天到现在，我都在尝试新鲜的东西去。也感谢你对歌友们的这些喜爱吧。对，感觉到他们是爱我们的，
你不爱的人，你就不会想到这个人，你也不会有意无意的在名字里点他，就说明你一直在看这个。可能我们的年龄不一样，性格不一样，选择未来的路的方向不一样，才会有这样的误会。但是我也想让新疆的比我们小一辈的年轻的优秀的说唱歌手感觉到，我们新疆出来的 rapper 一直都是站着吃这碗饭。说开了以后，因为他性子也超级直，我性子也超级直，两个特别直的人，我觉得聊开一个话的话就会聊得特别快，然后你一句我一句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慢慢就越来越温暖。